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没想到过完年之后，我们湘西这边还下了这么厚的一场雪。与其说这是一场雪，应该来说啊，这山上到处结的都是冰挂子，连这些树上啊都是白茫茫的一些冰块，真的挺美的。之前我来过这边拍了个视频，很多朋友在视频里面留言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是哪一个在这边建了一栋别墅，在这边隐居养老。确实啊，这栋房子是建在悬崖绝壁之上，在底下有200-300米高的悬崖绝壁，风景是非常美的。今天我们是没办法进到别墅里面，只能通过无人机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其实啊，我们从山脚下开车上来，底下已经是这些冰雪啊都融化的差不多了，但是这边的海拔比较高，山上的这些冰挂子还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树上啊都是厚厚的冰挂子，这个时候啊也在融化。这里的海拔差不多600多米，到夏天的时候啊还是挺凉快的。这栋别墅就在镜头的前方，从这边是有一条路可以走上去的，上面还有一条路，在那上面有个寨子，也是一处古苗寨，大概住着几十户人家。去年我记得来的时候，主人家告诉我们说，刚开始在这边建房子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买好了地之后，这边不通路，叫了挖机把这边的山头啊挖了好宽的地方，又修了路，又建了房子，又接了电线，还有从山里面也接了水回来，总共花费大概300-400万左右。其实我们看着这栋房子啊没有多大，但是它的绿化是做得非常好的，整个房子的外面都是一些盆景，种的有些花卉，还有些草皮，外面都打上了栏杆，在院子外面还有10多亩的土地呢，在下面还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一些娱乐的地方，在悬崖峭壁的旁边还有一栋玻璃的观景房。从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着啊是挺让人害怕的。实际上这栋房子建在石头之上，它的地基啊是非常牢固的。顺着镜头我们再往后看，这栋房子的最里面，也就是悬崖峭壁的最里面是有一条瀑布的，但是现在刚刚开春，没有水，所以这边瀑布没有水流，要等到雨季或者清明的时候啊，这边的瀑布水流量大的时候再来看，是真的挺美的。这一位啊应该是主人家的管家，看他随时都要拿着一根棍子啊，防止这些狗啊，所以我们还是不跟着进去了。这边的冰挂子啊真的是挺厚的，没想到开春了之后还下了这么一场冰挂子。我记得在年前啊都下的是雪，那时候啊并没有这样子，地上的积雪是很容易融化的，但是这些冰挂子啊是很难融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哇，挺冷的。我们这边今年应该是从去年啊到今年是第三场雪了，一般每年都会下个1-2场雪左右吧，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都是4-5天，最长的可能会有1个星期左右吧。刚刚说到啊，这栋房子刚建的时候啊是挺不容易的，这边因为没有路，都是荒山，
买下来之后啊，都是通过挖机，这样子去把它挖成了一个地基，然后建的房子。这个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你们说如果把这边改造成为民宿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主要是这栋房子啊，距离边城古镇大概也就2-3公里，距离县城有10多公里，交通是挺便利的。尤其是到边城过来玩的一些远方的朋友，自驾游的，在那边玩了古镇之后啊，晚上可以在这边休息、露营、吃饭。但是这边啊是挺安静的，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喜欢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地方？其实站在房子的外面，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对面的村庄还有底下的边城古镇都是一览无遗。我感觉对面的山好像都矮了许多，其实在那底下还有一条高速公路通往重庆那边，这边距离出省大概也就几公里了吧，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交界的位置吧。当然这边还是属于我们湖南湘西。刚刚和这位管家我们聊了一会儿，在这底下种的是一些药材，当然是可以越冬的。到了开春它又会长起来。他说啊，在这边还种了一些蔬菜，但是游泳池那边是很少用了。平时这么一个家也要管理，地方太宽了。他也是偶尔会上来，平时他们家呢也是住在下面，偶尔上来看一下。我发现啊，在这边拍了一会儿的视频，山上的这些杉木树啊，一会儿又断一根，一会儿又断一根，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还是这些冰瓜子啊太重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边是刚刚才断掉的杉木树。在我们湘西这边，杉木啊和马尾松是比较多的，也都是装修木房子啊用的比较多。其实我们今天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联系到主人家，因为去年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过一次，当时在他家里面我们交谈的是，他说在年底啊准备在这栋别墅的外面修建一些类似于蒙古包啊或者一些简易的木房民宿之类的，把整个这个别墅的周边打造成为一个民宿的休闲区。我就想来看一下到底做好了没有，但是今天过来之后才发现啊，好像并没有变化，可能他的计划有变。我记得当天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如果在这边打造一个民宿啊，估计又要花费一大笔钱呢。如果有一些好的变现手段，能把这些游客啊吸引上来，倒是挺不错的一个投资方案。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游客全部吸引上来的话，那这笔投资啊也很难得到回报。所以说还是目前这个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他的计划是否有所改变。其实我去年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啊，就有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留言说这栋别墅能不能把它给租下来，然后打造成为民宿，因为这边距离边城古镇啊确实挺近的，应该会有一些游客会上来游玩的。那你们觉得如果把这栋房子给租下来要好几百万，再打造成为民宿的话，那这个花费该有多大，到底值不值得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时隔1年，我们再次来到了这处无人村。整个村子只有5栋房子，其中的3栋还无法居住呢，房子破损的非常严重。有2栋房子呢，现在住着有位老人，另外1栋房子呢，有位大哥，偶尔呢上来看一看，平时呢也不住在这边。那房子周边的环境呢还挺好，旁边的土呢也很宽，但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呢，因为交通不是太便利，所以呢，村子里面的老乡都搬下山了。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寨子的环境究竟如何，再看一下大哥的这栋房子究竟情况怎么样。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都是砂石路面，车子进来还是有点费力的。我的车呢都停在上方，我们是从这条路进来的。那边呢直接通往县城，将近有4公里左右。这边只是因为砂石路不好走，所以轿车进这边可能是有点难啊。我的是 SUV， 还可以走得进来吧。这是去年冬天这位大哥自己修建的砖墙，现在还没建好啊，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又忙着去了。这栋房子是前大概6、7年左右大哥买下的，他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房子买下了之后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现在这栋房子是可以直接入住的。当然整个院子还没打理出来，这边也是长满了杂草。这里还有一处太阳能的电线杆，到晚上也会自动的亮灯。这栋房子通水通电，喝的是山泉水。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当然现在留的大门是比较小。这里呢有一棵枣子树，这边还有一棵无花果。这是长沙过来的一个女孩子，想租这位大哥的房子。看房子门前的视野还是很不错的。这外面以前都是老宅基地，现在房子拆了，长满了杂草。旁边的那栋房子破损的也是非常的严重，基本上是不能够住人了。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还比较好，这是大哥呢平时来打理的结果。我们先从外围看一下吧。看这边的瓦片都是他从其他地方拉过来的，上面呢也都装了摄像头，装的有电表。这一间呢一直没有清理出来，他重新要改造一下。这边还挺宽的，以前是灶台，上面的屋顶垮掉了之后就一直没修起来了。其实整个院子现在长满了杂草，稍加的清理还是挺不错的。那边也是一条进村的道路，这边距离城里将近有4到5公里，距离镇上呢也差不多3公里左右。底下呢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据当地的老乡说
在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这边可能要修路了，到时再上山啊，就方便了许多。房子的外墙这些木板啊，颜色显得比较深，重新打磨上油漆，还是挺不错的。这是一栋5住9的房子，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开间呢是4米，一个堂屋，两边是卧室，其中呢有一间卧室还没有完全装修出来，这间卧室呢是直接有床可以入住的。他们是走到那边去看房子周边的环境了，所以我们现在走进房子，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整体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在我们这边啊，建木房子都有一座门槛的，好在大哥家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很容易就跨过去了。堂屋呢，地面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背后呢是铺了木地板，这旁边呢也是木地板。房子挺简陋的，中间呢有大彩电，背后呢有些工具，这边有个木质的沙发。墙板呢，大哥是做了一个打磨，然后呢上了油漆，包括这些立柱啊都已经打磨过了。看得出这位大哥平时也是喜欢手艺的一个人。有些书籍，这个楼板铺的也是比较简单。这边还有饮水机，偶尔呢他也会上来住那么1-2天。这里还有个大冰箱，开一下冰箱里面还通电吧？耶，还放的有菜，还通着电的。所以基本上这栋房子啊，打扫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开放式的客厅，我是非常喜欢的。看整个堂屋呢，连着这边就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了。这边的木板呢，也都是重新打磨上了油漆。2楼呢是没有装修出来的，铺上一层木板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很好处理啊。这边窗户呢是装了玻璃，房子是简陋了一些。这边呢有液化气罐，还有灶台，平时煮饭啊也是挺方便的，还有些锅碗瓢盆。这里啊有一口农村的火塘，到冬天啊在这里烧火取暖，上面呢就熏腊肉。2楼呢是有座木梯可以爬得上去。这边啊大哥简单装修了一下，底下呢放了床，可以在这边睡的。这个房间住起来也是挺不错。这栋房子啊应该是屋顶没有漏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瓦片呢都还挺好。房子2楼呢，楼层高度也比较高。长时间没在这边住啊，地板还是有一点点飞尘比较多的。安逸啊，特别的安逸，独门独院，住在这边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开门就见山了。当然，房子背靠着大山，面朝着也是大山。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多，接近500米左右。到夏天也是挺凉快的，尤其晚上啊，还要盖被子睡觉，要不然有点冷。房子的旁边这块空地啊，也是以前邻居家的老宅基地，长满了杂草。当然，如果朋友们想问
这栋房子旁边有地可以种吗？村子里面好几十亩地呢，如果在山上发展养殖、种植，都是没什么问题。像我们这边的土地啊，如果承包的话，一年的租金400到500块钱一亩左右，价格也不贵。这个应该是电视的接收信号的一个天锅。现在可以买那种移动的 WiFi， 挺好用的，不需要再牵网线了。在那边呢是一座山峰，再过去就是悬崖峭壁，底下就是古苗河景区，很深的一条峡谷。平时啊，很少有人来到山上的。这边老百姓搬走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很少有人过来了。你还上来了？呵呵。看这边大概有70-80个平方左右，修建出来的话，做一个厨房，还有做一个凉亭。有朋友过来，可以在这边喝喝茶，户外烧烤，真的是挺不错的。其实像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啊，它的楼层高度比较高，把2楼装修出来也是可以作为房间的，但是成本也比较大。这样的一栋房子虽然有堂屋，还有那边卧室都算比较好，可以打扫卫生入住，但是如果全部装修出来的话，大概也要6-7万块钱左右吧。还要把院子打理出来，该做硬化的做硬化，有些地呢要挖出来，种菜的要种菜。所以说在农村里面打造一个田园小院也是挺不容易的。这边的院门啊也要重新的修一下。当然在这样的农村里面，不要关门都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没有邻居嘛，大家都搬下山了。现在上面呢还住着一位老人，整个村子里面呢基本上白天到晚上都碰不到人。好了，朋友们，那这一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的湘西，又来到了大山里面。这几天都在下雨，云雾缭绕的。刚刚开车路过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崖壁非常的好看，我就停车下来，走到山谷里面，看里面有没有好的景色。好了，朋友们，跟着石头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山里面，看看这里的环境到底如何。哎，老人家你好，种菜是吧？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洋货。洋货。哦，这是用来吃的吗？用来吃的。哦，挺大一个的。你们这个寨子大概有多少户人？50多户啊。50多户哦，全部都是木房子，好漂亮。谢谢你啊，上去看一下。刚才那位大叔说，他挖的是当地的一种野菜，叫做洋货。他说炒起来吃味道还挺好的。看到吧，这个木房子特别的安逸吧。这家人没在家，他家院子门前就是一条小溪。大山里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其实在外面很多玉米已经成熟了，但是这边因为温度比较低，大家看一下这些玉米啊还不能采摘，还不是那么熟透啊。这边当地的老百姓都喜欢在玉米地里面种上一些黄豆，这应该是桃树吧。
其实我最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留言，他们都问石头，为什么看你拍的视频很多地方景色非常的美呢？但是这些地方又不出名呢？其实石头想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寻找美景千万不要待在大城市里面。当你走到大山里面的时候，你会无意之中就会发现美景，就像今天一样的。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大山里面，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不错。如果你问我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可能我现在都无法回答你。我刚才开车进来的时候，导航都没有显示这段路的，我只是看着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我就停车下来了。我想把美好的东西，把我旅行所遇见的人文或者美丽的景色都拍出来分享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我拍的并不好，但是我都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寨子里面，这里不通公路，上面有一条小路可以走上去，但是我不打算进入了，准备从这里走进寨子里面去看一看。这里面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房子，有的建在半山腰之上。这里遇见一个阿姨，她准备煮晚饭，我走到他们家去看一看。他们家这个灶好像有点特别啊，看一下，我感觉这里的房子啊，住起来特别的安逸，给人一种感觉啊，特别的干净，看到吧？阿姨家这里有个小房子，这里还栽了一株柚子树，结了2个柚子呢。你在洗菜吗？我说你在洗菜吗？菜啊？啊，这个是自己种的菜是吧？洗菜，洗白菜啊？哦，洗白菜哦。洗白菜。这是自己种的菜吧？哎呀。哦，就种在那里。阿姨说他们家的菜都在地里面，自己摘来的。这里的水源还是非常的方便，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哦，这是他们家的灶。以前你们家煮饭就是在这里是吧？没煮。哦，现在不用了。用这个是小孩的。哦，小孩子的，现在不在这里煮饭了，都在房子里面煮了。他们家这个位置还算比较高，底下的房子稍微建的矮一些，因为地势原因嘛，所以说他们家的房子要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房子啊，我感觉比较精致，只是说这个房子没有一个院子，底下了就是出了大门之后就是一个1米多的一个坎，底下就是一片菜地。每家每户其实上都差不多，看到吧？这个房子可能建的时间还不是那么长。你们这边到城里面方便吗？我说你们这边出到城里面方便吗？不方便。不方便哦。这里现在还修通了路，要是以前的话，可能更不方便一些。不行。我们要当铺喽。看得出阿姨非常的热情，但是可能我说话她不太听得懂。好了，我们也要离开了。阿姨再见了，谢谢你啊，再见了，再见了啊，再见。我老了，没阿姨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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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挺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好好，再见再见。一线天，一线天是吧？哦，就是后面那个悬崖绝壁那里叫做一线天是吧？哦，我还没注意呢。哎呀，还有一个瀑布了。还有个瀑布啊？在后面有路过去。那个瀑布大概有多大？水大吗？水现在下雨现在
下雨小了，没有大的。哦，要下大雨的话，瀑布就比较大了。就大了。哦，这样子的啊。高不高那个瀑布啊？高50多米。50多米高哦。哦，你们这个寨子叫什么寨子啊？平安村。平安村。哦，平安村。属于吉首啊。吉首。哦，属于吉首。刚才大叔告诉我的一线天应该就是那个位置，不知道朋友们从镜头里面看得清楚吗？好了，朋友们，我们也要离开了。确实如大叔所说，这个寨子叫做平安村，确实这里给人一种感觉啊，平安祥和。这里当地的老百姓啊特别的好，特别的热情，随便找到哪个老人家聊天，他们都会为你讲述这边的故事，这边的生活。可能石头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所以说和他们交流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不太听得懂。哎，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想在湘西这边好好的待上那么一段时间，住进当地老百姓的家里，那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好了，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